你現在每天用 AI 的方式跟2年前相比，是不是已經完全不一樣了？開完會之後呢，錄音就直接丟給 AI 去整理了。如果想寫一封 email 呢，也會先叫這個 ChatGPT 幫你打一個草稿，然後查東西呢，不是開 Google， 而是直接問這個 Gemini， 因為你已經懶得自己一頁一頁去找了。但是你有沒有注意到呀？這些事情呢，你用的都不是 Siri。Apple 整整喊了2年的 Apple Intelligence， 我怎麼完全沒有任何的感覺呢？6月8號 WWDC 呢就要來了，也就是 Apple 的年度開發者大會。那每年的這個時候呢 ，Apple 都會發表最新的 iOS 和其他的系統嘛，偶爾呢也會發表一些硬體什麼的。但是今年的這場發表會呢，其實是有點特別的。這是呢 Tim Cook 最後一次以這個 CEO 的身份站在那個舞台上，他9月份就要卸任了嘛。2024年他欠下的那些承諾，這次到底會不會有個交代呢？Apple 是真的準備好了，還是準備又畫一個大餅，然後拖了這個很久的 Siri 2.0 究竟能不能上線？那這些呢，都是我今天最想搞清楚的事情了。如果你也是一個 iPhone 的用户，平時也會用一些 AI 工具的話呢，那麼今天這集呢，其實值得花幾分鐘來看一下的，因為很多東西在這個發表會之前呢，其實呀，已經能夠看出一些端倪了。那我先說一件已經發生了的事情吧，來解釋一下大家為什麼對這個蘋果 AI 一直沒有什麼感覺。你有沒有試過在這個 Siri 裡面用這個 ChatGPT？ 你要特別說出使用 ChatGPT 這幾個字，它才會出現。出來之後呢，是一個很小的視窗嘛，然後使用的體驗是遠不如直接開那個 ChatGPT 的 APP 來用的。根據彭博社的報道 ，OpenAI 內部其實做了一個用戶的研究，結果就發現呢 ，Apple 的用戶呀，幾乎都是直接打開這個 ChatGPT 的 APP 來用的，根本呀就沒有人是透過這個 Siri 來用的。所以 OpenAI 目前正在評估要不要提一個法律訴訟，把這個 Apple 呢給它告上法庭，因為他們認為 Apple 根本就沒有認真的做這個 Siri 和 ChatGPT 的整合。我自己的感覺呢，就是 Apple 把這個 ChatGPT 放進 Siri 裡面這件事情呀，很有可能從一開始就不是真的想讓你拿來用的，它更像是一个对外的一个面子工程。蘋果自己的这个 Siri 自己太笨了嘛，那这個時候呢，把這個 ChatGPT 呢給它拉進來撐個場面，給人一種好像 Apple 也沒有很糟糕的感覺，但是呢也就僅此而已了。其實呢對這件事情有意見的呀，好像也不只是 OpenAI。2024年的 WWDC， 庫克在台上說 Siri 要成為全世界最懂你的 AI 助理，其中很多的功能到2年後的今天還是沒有出現。Apple 後來還因為這些類似於虛假廣告了已經，然後就被整個提起了一個集體的訴訟，最後呢用2億5千萬美元來達成了一個和解，符合條件的用戶是直接可以獲得這筆賠償的，原因就是因為廣告說的那些功能根本就沒有做出來。那這些呢都是有報道確認的事實了，所以你對這個 Apple AI 沒有什麼感覺，真的不是你的問題，而是 Apple 自己的問題。不過這次的這個 Siri 2.0呢，據說呢終於變得不太一樣了。那究竟有什麼新的東西呢？我們就一起來看一下。彭博社的記者馬爾戈曼過去幾個月都有陸續的報道這個 Siri 2.0相關的消息。我認為裡面有3件事情呢是值得我們來關注一下的。首先呢，就是 Siri 終於要有一個自己的 APP 了。iOS 27會有一個獨立的 Siri APP， 界面呢就很像你現在看到的那個 ChatGPT 的樣子，對話的記錄還可以繼續的聊，有上下文，而且除了就是用語音去叫 Hey Siri 之外呢，你還可以呢從螢幕下方往上滑，叫出一個 Search or Ask 的欄位，就可以直接在那邊用打字來問問題了。我自己覺得呢，這個改動呢，應該會是很有感的一個改動了，因為以前那個 Siri 根本就不像一個能夠真正對話的 AI 嘛，每次呢都是從頭開始，也根本沒有之前對話的記憶。那現在有了自己的 APP， 也有了記憶和歷史的對話的記錄，那看起來呢就更像一個可以真的拿來用的 AI 了。哥們在5月5號的報道當中呢，就說 Apple 做了一個叫做 Extensions 的框架，以前的 Siri 只能和這個 ChatGPT 來聯合使用嘛。現在據說可以把什麼 Gemini 呀、什麼 Cloud 呀，都可以給它接進來。那你在設定裡面呢，就可以自己選擇要用哪個 AI 的模型了。那這個對於用戶來說呢，可能真的是挺重要的一件事情，因為不同的 AI 它擅長做的事情是完全不一樣的嘛。那以後呢，你就可以根據你自己的習慣或者是需要去選擇了。至於 Apple 為什麼要做這個 Extensions 的框架呢？背後的邏輯是什麼呢？我之前其實有一集呢說的是比較完整的，有興趣的話呢可以鏈接，我就放在下面了。那最後這個呢，是我覺得最有意思的，就是這次的這個 Siri 2.0，據說呢會以一個 Siri Beta 的名字來命名，也就是測試版的意思嘛，就相當於給大家先打一個預防針吧。
那這個呢，只是一個測試中的功能，至少呢 Apple 自己也是知道的。現在的這個 Siri 2.0 呢，還沒有成熟到能夠完全放心的交給用戶來使用。也就是說呢，整整拖了2年，這次上台的很有可能還是掛着一個測試版的標籤的 Siri。我記得 Apple 2011年第一次推出這個 Siri 的時候，然後那個測試版的標籤也是整整掛了2年才拿掉的。難道這次又要再拖個2年才能變成一個正式版嗎？那這個 Siri 2.0 到底有沒有進步呢？甚至到底能不能真的拿來用呢？會不會又是什麼先發表，然后丟出一個什麼稍後推出，等多久也不知道。那這些問題呢，其實不用等太久，下一周也就是6月8號呢就有答案了。除了 Siri 之外，摩爾哥們這幾個月呢，其實還報道了幾個我覺得對於一般用戶可能真的會很有感的一些改動。首先呢，就是這個相機了。Visual Intelligence 視覺智慧啊，就是可以辨識物體或者呢進行一個圖片搜索的這個功能嘛。原本呢你要按住相機按鈕不放，單獨開一個界面才能用。據說這次呢會直接把這個東西移植到相機的 APP 裡面了，跟拍照啊、拍影片啊就放在同一排，你可以直接去選擇。你可以对着食物進行什麼掃描，計算有多少卡路里，或者是對着名片掃一下，然後存進你的聯絡人裡面。我覺得和相機整合到一起之後呢，用起來可能會更直覺一點吧，至少可以起到提醒大家你還有這個功能存在的作用。然後就是相片的 APP 會加入3個新的 AI 工具，一個就是畫面延伸，會幫你呢把整個相片呢再往外延伸擴大一點，還有一個自動優化，可以自動的修改那個色調。還有一個就是重新構圖，就是你拍完之後呢，如果覺得這個構圖不是很好看 ，AI 可以幫你重新的調整這個構圖，有時候呢就可以把原本已經拍歪的照片呢給它救回來。但是哥們也說了，這幾個工具啊，在 Apple 內部的測試當中呢不是很穩定。去年的那個 Clean Up 功能呢，其實也是這樣的，就是類似於 Google 的那個魔術橡皮擦的那個功能嘛。那上線之後呢，很多人就發現這個效果跟廣告裡面說的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這次呢，好不好用，真的要等用過之後才能知道了。好，說了這麼多，6月8號你真的要看這個發表會的時候呢，其實根本不需要從頭盯到尾，也不需要就是記住每一個功能到底是什麼，你只需要帶着這幾個問題進去看就好了。發表會之後呢，你自己就知道 Apple 這次到底有沒有交貨了。第一個問題呢，就是這些功能是立刻就有，還是稍後推出？Siri 2.0 上台的時候，你要聽的不是它有什麼新功能，而是你什麼時候真正的能夠用到。第二個問題呢，就是看完發表會之後呢，這次的 Siri 會不會有一個想讓你拿出來用的這個感覺呢？就是假如說等你已經更新了新的系統了，如果你再想問 AI 問題的時候，你會不会願意打開這個 Siri 去問呢？還是會繼續用這個 ChatGPT、Gemini 他們自己的那些 APP 呢？那這個呢，其實才是最重要的。不然這個 Siri 到底好用還是不好用，跟你也沒什麼關係了，因為根本不會拿來用嘛。第三個問題就是庫克會怎麼說2024年的那些沒有兌現的承諾呢？還是選擇直接跳過，當做什麼也沒有發生呢？那這個呢，我其實也很好奇了。畢竟呢，這是他最後一次以 Apple CEO 的身份站在這個舞台上嘛。那如果我是他的話呢，我是肯定會主動提出來的，給大家稍微的道個歉吧什麼的。拖了這麼久，當做什麼也沒有發生的話，實在我覺得有點說不過去了。等到6月8號的時候呢，發表會結束之後，我會做一個系列的完整的影片了，包括 Siri 2.0、蘋果 AI 這一塊到底有什麼新的東西，我也會去看一下 iOS 27、iPadOS 27、macOS 27了，到底有沒有什麼我們之前沒有預期到的新的功能，還有就是會不會有什麼突然發表一些硬體是之前的爆料呢沒有提到的。那這些呢都是我會在發表會之後跟大家去做的詳細的內容了。那如果你懶得去看這個發表會，或者就想聽我幫你把這個東西整理之後呢，整理一個重點交給你，那就記得一定訂閱一下咱們這個頻道吧。到時候呢，我看我的影片就好了。而且呢，我會用大家都能夠聽得懂的話來講，保證你能夠清楚的知道這一次到底发表了什麼。對了，我們這個月呢，其實有一個抽獎的活動，獎品呢就是一台 MacBook Neo 的基礎版。參加的條件呢有3個，第一個呢就是你需要訂閱一下彼得森的頻道，第二個呢就是給6月份的影片都給他點一個讚，第三個呢就是在影片的留言區當中呢留下關鍵字 Siri 2.0，中間是沒有 space 的。那6月份的每支影片其實都是可以參加的。當然了，如果你在每一支影片下方都留言的話呢，那被抽中的幾率肯定是最高的嘛。但是記得每支影片呢就留1次就好了，而且呢不要在所有的影片當中就複製同一條留言，不然有可能就會被這個 YouTube 的機器人呢誤判成你是機器人了。
等到7月份呢，7月初的时候吧，我會從6月份所有的影片當中隨機的抽出一支，然後再從那支影片的所有的留言當中呢，抽出一位幸運觀眾，那就會獲得這次的獎品了。詳細的規則呢，我也會放在說明欄。所以我也想問問大家吧，你現在最常用的是哪一個 AI？ 如果這個 Siri 2.0上線之後呢，你會不會願意給這個 Siri 一個機會呢？就記得一定留言告訴我吧。我是李德森，那就讓我們下期再見。